上大学或者说参加工作有一点小积蓄的小伙伴，想买台电脑用来打游戏开黑啊，或者像我们一样自己做视频啊，组装台式机不方便，高性能的游戏本就成为了绝大多数小伙伴的首选。众多电脑品牌中，暗影精灵的名字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它也是很多小伙伴选择笔记本电脑的重点考虑机型之一。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面前的这台2024年刚刚推出的暗影精灵10，它的表现如何，性价比怎么样？下面测评马上开始。首先是外观 ID 啊，通黑的机器看上去比较低调老实啊，整体为比较细的磨砂质感，不太容易沾染指纹。但是手汗多或者说手比较油的小伙伴要注意，还是很容易在这个黑色上面留下痕迹的。整机重量我们实测了一下，2.4千克，适配器体积正常，功率是280瓦，重量为857克啊，所以你的外带总重量为3257克啊，接近7斤的重量啊，不算便携。建议外出还是换成 PD 充电。A 面的中间呢是 OMEN 的 logo 啊 ，B 面呢是塑胶的边框配合橡胶胶圈。它的左右边框还是挺窄的，额头在有前摄的情况下保持也不错啊，但下巴由于依旧采用了立轴的设计，控制了一般啊略粗。机器左边为2个雷电4和1个耳机孔啊，雷电4支持视频输出和100瓦的 PD 充电，出门的话能够增加一些便携性。在这个价位段下有2个雷电4接口，值得点赞。机器后面从左到右依次为电源接口、网线接口，1个 HDMI 2.1和1个3.2 Gen 1的 USB A 口，右边是一个单独的3.2 Gen 1 A 口。C 面是标准尺寸的键盘设计，有搬高出来的方向键和独立的小键盘，日常打游戏和数字输入较为方便。键盘 RGB 背光可以直接在控制中心的 Light Studio 中调节啊，键盘整体回弹舒适，触控板的按压反馈适中，地壳同样为磨砂材质啊，散热部位也做了类似于棋盘格的设计啊，面积很大。暗影精灵的外观整体相较于前代改变不大啊，依旧是家族化的设计，用料和质感在这个价位还是 OK 的。核心配置方面呢，我们手上的这个版本是第14代英特尔酷睿 i9-14900HX 战力再加1，显卡为 NVIDIA GeForce RTX 4060啊，最高可以支持到140瓦的满血功耗。内存存储上是32GB 的 DDR5 内存啊，频率为5600兆赫兹以及1TB 的固态。还有一个小亮点是这次的内置网卡升级到了 BE200，支持到了最新的 WiFi 7，这一点好评啊。屏幕是一块16.1英寸 2.5K QHD 的 IPS 面板啊，2560×1440，16:9的比例很标准啊。这刷新率为240赫兹，为 DC 调光，支持100%的 sRGB 色域，不管是打游戏还是播放 4K 视频，整体的观感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就是性能实测啊，这颗 i9-14900HX 24和32线程，最高睿频是5.8 吉赫兹，在开启狂暴模式后，风扇转速调至最高啊。Cinebench R23单次测试单核是2154，多核25710。Cinemark TimeSpy 的综合跑分是11332分，显卡得分接近11000分 ，CP 也有15000多分，表现优异。整机娱乐大师跑分是192万啊，符合我们的预期。游戏实测先看经典的大型3A 啊，这个开启狂暴模式之后，赛博朋克2077在2K 分辨率、默认最高画质、不开光追和 DLSS 的情况下，平均是47帧，不到6帧的游戏体验较差。但毕竟是40系的显卡啊，这大力水手怎么能不用呢？开启大力水手平衡档位之后，平均帧率可以提升到96帧啊，帧率飙升了足足1倍啊！这老黄的刀法精湛归精湛，但是大力水手也确实牛啊！在开启光追之后，配合上 DLSS， 平均也有69帧，过了60帧的及格线。来到荒野大镖客2的最高画质，在不开启大力水手下，平均帧率是63帧，开启平衡档位之后，平均是81帧，相较于赛博朋克提升没有那么明显了。网游方面，相同的测试环境啊，2K 分辨率下，绝地求生默认最高画质可以稳定在140帧 ，CS:GO 2高画质下可以稳定在170帧以上。现在大火的瓦罗兰特啊，高画质下基本可以稳定在350帧以上，表现相当不错。至于英雄联盟，确实没什么压力了，可以稳定在200帧以上。不知道正在看视频的小伙伴对于 FPS 游戏的帧率要求是多少？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啊。但至少对我来说，不到200帧确实有一点点低了。不管是绝地求生还是 CS:GO 2啊，在最高画质下都没能够跑满这块屏幕本身的240帧啊，有一点点可惜。总来说，虽然只是4060啊，但是在 i9 啊14900HX 的加持下，大型3A 游戏在开启大力水手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稳定的达到60帧的及格线以上。总体的游戏体验可以给一个80分吧啊，但是对于 FPS 的网游，像优化一般的 CS:GO 2啊，确实还有进步空间。瓦罗兰特都能跑到300多帧吧啊，但是1帧能玩，2帧流畅，3
真电竞啊，也不是不能玩。这个配置在游戏上面的表现，实话说还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啊。毕竟之前我们就觉得4060肯定是 GPU 的瓶颈，但是测下来居然还不错啊！这个表现下散热肯定支撑不能含糊。官方称为增强版酷凉散热风暴技术，配合新模具的升级，进一步保障散热。从外部看呢，暗影精灵10采用的是2进4出的6风道设计，后面和左右两侧 C 面转轴处均设计了出风口，增加风量。我们还专门拆机看了一下内部的散热规格，取下了地面的8颗螺丝，用敲片敲开即可看到内部设计。2个大风扇均为12伏3相马达，马力更大。具体散热表现我们也实测了25摄氏度数据库的标准环境温下单烤 CPU 20分钟功率可以稳定在90瓦，温度则是82度；单烤 GPU 20分钟，显卡功率稳定在140瓦，全程跑满，温度在80度左右。冷却后进行双烤20分钟，稳定后 GPU 功耗在140瓦左右，温度升到了70度，随后温度进一步升高到85度附近功耗就下降到了136瓦左右。CPU 则是可以保持在45瓦左右，温度达到了100度，整机功耗可以保持在宣传的185瓦比相同配置的其他机型表现要更好一些。毕竟整机的功耗上限提高了15瓦。机器发热主要集中在转轴旁的出风口 ，C 面设计了出风口，确实温度更低了游戏常用的 QWER 和手掌自然放置的部位这个感受仅仅是温热，但是换来的代价就是噪音了。在烤机过程中，风扇调为自动基本可以维持在6000转，工位噪音在53分贝左右已经能够感觉到有些吵了。不过整体的散热表现确实值得点赞。我们手上的机器采用的是海力士2根16G1T 的固态同样是来自海力士速度直接看图下方是电池为83瓦时，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扬声器，实际音质我们也专门录了一下。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最后要提一下这次暗影精灵的控制中心，在我们体验的笔电中可以排在第一梯队你可以像这样直接方便的对性能模式、风扇转速等设置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进行调节。狂暴模式里面也新增了 TPP 自定义以及 DB 开关，同时能够更好的监控自己的硬件情况。全部实测结束大家可以对这次暗影精灵10打几分呢？1到10分，大概评论弹幕。总的来说，这次可以说是在弥补了一些9代不足的情况下，又做了一些升级进步。搭载第14代英特尔酷睿 i9 14900HX 处理器表现还是不错的。整体的非核心配置方面呢，也比较完善包括双雷电4的接口支持了 WiFi 7等等等这个同时性能释放表现更加激进用户可以手动将功耗拉高15瓦，以换取更好的性能新的模具散热表现也可以，但是换来的就是噪音了这一点确实无法避免。i9 14900HX 加上4060加上32G 加1T 的性能配置，可能屏幕前的小伙伴看上去确实有点吕布骑狗了。9499的价格在这个档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如果是预算有限或者对配置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小伙伴，也可以选择13代 i7 搭配4070的配置。如果是要求更高，也有4080的版本供你选择。恰逢现在京东电脑节如果对这台机器有想法的小伙伴可以去翻看一下。OK， 如果觉得本期片子对大家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的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视频，我是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